刘裕开创南朝宋辉煌的同时，北魏的拓跋家族也在强势的崛起。那么，北魏是如何征服大夏和北燕的？西秦和北凉又是如何走向灭亡的呢？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还隐藏着一位女性政治家的智慧与权谋。她是如何推行汉化改革，并彻底改变北魏面貌的？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北魏统一北方及冯太后的汉化改革。420年6月，刘裕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南朝宋，东晋王朝至此灭亡。此时，北魏的皇帝是拓跋圭的长子拓跋嗣。423年，他便因病去世了，时年32岁，长子拓跋焘继位。425年，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病逝，其子赫连昌继位。拓跋焘看准时机，兵分3路征伐大夏。其中，他让西金率军攻打蒲坂，周济率军攻打陕城，目标直指关中的重镇长安，而他自己则亲率大军攻打大夏的都城统万城。当拓跋焘的大军距离统万城只有30余里时，赫连昌竟然还在宫中大宴群臣。得知北魏大军压境后，他匆忙应战，结果一战即溃，退回了都城。拓跋焘则趁机四处劫掠，抢掠牛马10余万头，万余户百姓被迁往北魏。与此同时，西金和周济的2路大军也成功地攻占了长安。427年，拓跋焘再次率军攻打统万城，他巧施妙计，将主力埋伏在山谷之中，只派遣少量骑兵攻城，并故意示弱，引诱大夏的军队出城迎战。结果，赫连昌果然上当，率军出城后被北魏的军队打败，连忙逃往了上邽。拓跋焘继续率领大军追击，大夏军再次战败，赫连昌被俘。赫连昌的弟弟赫连定收集残部数万人，退往了平凉，并自立为帝，大夏名存实亡。431年，赫连定派兵攻打西秦的都城南安。当时，南安的城中正在发生饥荒，百姓饥不择食，西秦的官员便纷纷出城逃难。国王祈福默默无奈，只能抬着棺材出城投降，西秦随之灭亡。之后，赫连定准备从至城渡过黄河，前去攻打北凉。吐谷浑的可汗慕容穆德之后，派遣3万精骑出击，趁赫连定率军渡河的时候，突然发起攻击，夏军大败，赫连定被擒，大夏彻底灭亡。再来看北燕，后燕被北魏击败后，冯拔便拥立慕容宝的养子慕容云为帝，建立了北燕。409年，慕容云被他的宠臣杀害后，众人便推举冯拔继位。430年，冯拔病逝，北燕的宫廷再次发生内乱。冯拔的弟弟冯弘杀害了冯拔的100多个儿子后，自立为帝。432年5月，拓跋焘率军攻打北燕，大军到达北燕的都城合龙时，冯弘派遣数万人出城迎战，结果万余人被杀。北燕的10个郡投降北魏，拓跋焘便将北燕的3万余户百姓迁往了幽州居住。434年，冯弘派遣使者向北魏请罪，并将小女儿送给拓跋焘为嫔妃。拓跋焘同意了他的请求，但要求冯弘将他的儿子冯王仁送往北魏，遭到了冯弘的拒绝。于是拓跋焘再次派兵征伐，冯弘得知后秘密联系高句丽，并且带领着合龙的成年男女逃去。北魏的大军到达后，得知冯弘已经逃往了高句丽，拓跋焘便向高句丽索要冯弘。高句丽不敢得罪北魏，只能将冯弘及其子孙10余人全部斩杀，而冯弘的其他子孙则各奔东西，有的向南投降了刘宋，有的投降了北魏。后来，冯弘的孙女嫁给了拓跋焘的孙子拓跋逊，而这个女人便是后来支持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冯太后。至此，北燕灭亡。439年，拓跋焘亲率大军攻打北凉，他以南凉末代君主突发怒檀的儿子突发破羌为向导，兵不血刃便降服了北凉诸镇，北凉的国君举渠木坚投降，北凉灭亡。至此，北方除了柔然和吐谷浑之外，全归北魏统治，而且他13次攻伐柔然，使柔然一蹶不振。然而，晚年的拓跋焘却酗酒成性，脾气暴躁，经常无辜地诛杀大臣，事情过后却又后悔莫及，反复无常。在中常侍宗爱的煽动之下，他逼死了太子拓跋晃。过后，宗爱担心拓跋焘反悔之后怪罪自己，于是便将其杀害。10年，
拓跋焘45岁。之后，宗爱拥立拓跋焘的儿子拓跋余为帝。然而，拓跋余登基后却沉迷于声色犬马，不顾朝政大事。宗爱身居宰相高位，却只顾打击异己，专权跋扈，朝政彻底荒废。大臣们觉得宗爱像赵高一样有篡位的野心，拓跋余也深感不安，怀疑宗爱会夺位。宗爱得知后非常愤怒。10月，他利用拓跋余祭祀宗庙的机会，派人将其刺杀。拓跋余死后，大臣们拥立故太子拓跋晃的长子拓跋逊为帝。拓跋逊即位后，诛杀了宗爱和他的党羽，并灭其3族。然后他让百姓休养生息，实行怀柔统治，安抚远近内外的民众，使民心得以安定。453年，拓跋逊让僧人谭耀主持护法大业，负责建造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位于今天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五洲山南部，是中国著名的石窟群之一，是中国第一个皇家授权开凿的石窟。现存的主要洞窟有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约59000余尊，历时约150年修成。其中既有印度和中西亚艺术的元素，也有希腊和罗马的建筑造型，在中华艺术宝库中是独一无二的，对后世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65年，拓跋逊病逝，时年26岁。之后，年仅12岁的皇太子拓跋宏继位，冯太后临朝听政。可冯太后非常的宠爱李毅，经常让他入宫侍奉，而他的这个行为让小皇帝拓跋宏非常反感，认为冯太后淫乱后宫会受到朝野的非议。470年，李毅兄长李夫的好友李欣被人告发，李欣为了自保，便揭发了李夫的20-30条罪行，拓跋宏便借此机会将李毅和李夫兄弟2人全部处决，这让冯太后非常的不满。过后，拓跋宏还将告密的李欣任命为尚书，这让冯太后更加的无法容忍，于是他便利用自己的权势逼迫拓跋宏交出皇位。拓跋宏从小就聪明睿智，成熟早慧，性格刚毅且做事果断，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处理政事，并且处理得非常得体，深受大臣们的赞誉。但他生性喜爱黄老学说以及佛教，经常与朝中大臣和僧人们探讨玄妙的哲理，对世俗事物并不上心，常有超脱尘世和追求出家的念头。在冯太后的巨大压力之下，拓跋宏准备将皇位禅让给叔叔拓跋子推，但遭到了群臣的反对。无奈之下，他只能将皇位禅让给不满5岁的太子拓跋宏，自己则成为了太上皇。476年，拓跋宏在永安殿离奇驾崩，年仅23岁，刚满10岁的拓跋宏继位，冯太后再次临朝听政。此时的冯太后，无论是才识和气度，还是政治经验，都更加的成熟。于是，他便在风俗和经济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比如在婚姻方面，他禁止家族内部以及同性之间通婚，改变鲜卑族的旧俗。另外，他还颁行了均田制和3长制。均田制的内容是朝廷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原则上土地不允许买卖，奴婢和良人也同样可以得到土地。另外，朝廷还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使北魏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显著的提升。3长制是邻长、里长、党长3级组织制度，由3长负责监督耕作和征发徭役以及维护治安等工作，使大量被豪强地主隐蔽的民户重新成为边户，为朝廷缴纳赋税和徭役。不仅增加了朝廷的赋税收入，也削弱了豪强地主的势力。479年，南朝的刘宋政权灭亡。490年，冯太后病逝，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亲政。那么，刘宋政权是如何灭亡的？孝文帝改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下期继续讲述萧道成是如何覆灭刘宋江山，并开创南齐政权的。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具体内容有哪些？他为何在胜利的前夕却突然离世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萧道成建立南齐及北魏孝文帝改革。422年，刘裕在西殿驾崩，享年60岁。年仅17岁的皇太子刘义福继位。然而，刘义福只顾着玩耍嬉戏，全然不顾军国大事，群臣谏言也一概不听。徐献之等人便带兵入宫，以张太后的名义将其废除，并立刘裕的3子刘义隆为帝。年仅6岁的刘绍被册立为皇太子，
刘义隆对他非常宠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俩的关系逐渐开始恶化，刘义隆便有了废除太子的想法。刘少非常惊慌，通过自己的姐姐东阳公主结识了女巫，使用巫蛊之术诅咒刘义隆。阴谋败露之后，刘义隆对他更加的失望，刘少决定铤而走险。453年，刘少以讨伐反贼为由，率领东宫的万余甲兵冲进皇宫，斩杀了自己的父亲刘义隆。消息传到江州，刘义隆的三子刘俊立即率军讨伐刘少，将刘少诛杀后，自己继承了皇位。刘俊在位期间推行改革，重视人才，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矛盾得以缓和。但是晚年的时候，他变得奢侈无度，滥杀无辜，大肆诛杀宗室，从而动摇了刘宋政权的统治基础。464年，刘俊在玉竹殿驾崩，年仅35岁，太子刘子业即位。当时有传言说湘中出天子，刘子业便南巡荆州，将自己的叔叔湘东王刘裕给软禁了起来，并准备将其诛杀。刘裕则秘密地派遣亲信去结交刘子业的侍卫受祭之。466年，巫师诱骗刘子业说华林园里有鬼，刘子业便亲自前去摄鬼，刚进入华林园就被侍卫受祭之给斩杀了，时年17岁。之后，刘裕接受弟弟刘秀仁的拥立，登基为帝。当时朝廷的府库非常空虚，连官员们的俸禄都无法保障，可刘裕的生活却极尽奢靡，同时宦官和宠臣弄权，朝政腐败，百姓痛苦不堪。472年，刘裕因病驾崩，时年34岁，年仅10岁的太子刘裕继位。刘裕去世前，担心宗室诸王反叛，便将有实力的宗亲全部斩杀，只有刘修范的能力平庸，才得以幸免。刘裕继位后，刘修范便在浔阳起兵，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进犯京师建康。叛军的声势非常浩大，仅用了数日就攻到了建康城下。朝廷的禁军相继溃散，满朝文武束手无策，皇太后拉着刘裕的手失声痛哭。就在这时，一个扭转乾坤的人物出现了，他便是右卫将军萧道成。萧道成是西汉丞相萧何的24世孙。东晋初年五胡乱华，他的家族便迁到了江南，居住在晋陵郡的武进县，即今天江苏省常州市。之后，他的远房姑姑萧文寿嫁给了穷困潦倒的刘翘，成为了刘裕的继母。刘裕称帝后，他们的家族便成为了刘宋政权的外戚。于是，萧道成便一路从中书舍人和建康令等职升为了右卫将军。面对刘修范的叛乱，萧道成以诈降的方式将叛军打败，保住了刘裕的地位。叛乱平息后，萧道成便被封为西阳县公，总领禁军，逐渐开始权倾朝野，让刘裕非常的不安。477年6月，萧道成在家里午睡的时候，皇帝刘裕竟然闯进来，用古箭射中了他的肚脐。此事过后，萧道成便与王敬泽等人秘密商议废除皇帝。王敬泽重金收买了刘裕的贴身卫兵。7月7日，刘裕在西安寺偷了一条狗，逼迫僧人和他们一起喝酒吃肉。由于当天是乞巧节，临睡之前，刘裕对侍卫杨玉夫说：“你在院子里等着天上的织女过河，如果看到了，你就赶快告诉我；如果看不到，我就杀了你。”杨玉夫越想越害怕，便与杨万年合谋，将熟睡中的刘裕给斩杀了。然后他们将刘裕的头颅割下后交给王敬泽，王敬泽连忙带人送往萧道成的府上。萧道成不敢开门，直到王敬泽将刘裕的头颅扔进院子，萧道成才相信刘裕确实死了。然后萧道成拥立刘裕的三子刘准为帝，萧道成被任命为相国，封为齐王，掌控着朝廷。479年，他派人逼迫刘准禅位，刘准只能将皇位禅让给萧道成。至此，刘宋政权灭亡，南朝齐建立。再来看北朝的孝文帝。490年，冯太后病逝，24岁的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亲政。他在冯太后的教育与影响下，不仅精通儒家经义，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为他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孝文帝改革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他整顿吏治，推行官吏俸禄制，严惩贪污受贿，使北魏的吏治开始好转。其次，他改革官制，
实行9品中正制和3省6部制，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经济方面，他继续推行冯太后改革的均田制和3长制。律法方面，他废除了北魏初年残酷的车裂和腰斩，改为枭首和斩首以及绞刑。由于平城的位置过于靠北，不利于对中原的统治，于是他便着手迁都洛阳的计划。493年，他召集文武百官，宣称要大举征伐南齐，而真实的意图则准备在南伐的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8月，孝文帝率领文武百官以及100万大军从平城出发，一路之上阵容整齐，浩浩荡荡，所过之处秋毫无犯，于9月底抵达洛阳。然后他正式宣布迁都洛阳。鲜卑族的很多大臣不愿意内迁，但是他们更不愿意打仗，因此只能暂时同意，不敢提出异议。之后，大批的鲜卑和胡人涌入内地，可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时间仓促，迁往内地的鲜卑人没有房子住，粮食储备也不够，而且他们还不擅长耕种，不会说汉语，中原的习俗也非常不适。如果不能及时的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的阻碍北魏政权的统治。于是，在汉族士人的辅佐之下，孝文帝便全面推行汉化。首先，他免除了迁户3年的租赋，将大量的年轻人选为羽林军或虎贲军，给他们过渡和适应的时间。接着，他禁止鲜卑和其他胡人穿胡服，所有人必须改穿汉人的服装，朝廷官员也要改穿汉族官吏的朝服。朝堂上不准再说鲜卑语，必须使用汉语，如有违反，立即免除其现任官职。迁到中原的鲜卑人过世之后，只能埋葬在中原，不得还葬于平城。鲜卑族的姓氏也全要改为汉姓，例如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巴巴氏改为长孙氏，独孤氏改为刘氏等。他大力提倡鲜卑与汉人通婚，他自己带头纳娶了范阳卢氏和清河崔氏以及太原王氏和陇西李氏的女儿。孝文帝的此次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也为后来的隋唐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操之过急，改革的力度太大，很多鲜卑贵族无法适应，导致暴乱频发。496年8月，孝文帝前往嵩山巡幸，让太子元巡留守洛阳。元巡非常的肥胖，洛阳的天气又十分炎热，他就想回到家乡避暑，而且他不愿意说汉语和穿汉服，顽固地坚守着鲜卑的旧俗，属下多次苦言相劝，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他与左右合谋后，秘密挑选了3000匹御马，准备奔往平城，结果却被负责守城的元衍阻拦，未能成行。孝文帝走到中途的时候，得知消息，立即返回洛阳，亲自杖责太子，并将他废为庶人，囚禁于河阳的无鼻城。4年4月，孝文帝准备巡幸长安，元巡得知后再次谋反，孝文帝非常愤怒，立即派人将毒酒送往河阳，逼其自尽，15岁的太子被毒身亡。其他的鲜卑族贵胄也对孝文帝任用中原儒士，改变他们的习俗，剥夺他们的利益非常不满。衡州刺史穆泰和定州刺史陆睿合谋，推举朔州刺史元仪为首领，起兵叛乱，但最终被孝文帝镇压。接着，孝文帝准备攻灭南齐，统一天下。497年8月，他调集20万大军，准备大举南征，兵锋直指襄阳。大军到达赭阳后，他让元协率众攻城，他自己则率军南下，直奔宛城。由于守将房伯玉率众坚守，魏军未能取胜。孝文帝便留下元喜等人继续攻城，他自己则率军前往新野，但是一直到10月份，新野都未能攻破。11月，南齐的15位将领相继投降北魏，南阳和新野以及宛城等地全被北魏攻破，孝文帝便趁胜围攻襄阳。就在这时，南齐的皇帝萧鸾驾崩，孝文帝便下诏说礼不伐丧，于是率领大军返回。然而在回去的途中，他却身患重病，直到499年1月才返回洛阳，而南齐则陆续夺回了丢失的城池。3月，他带病出征，再次攻伐南齐。大军到达马圈城的时候，与齐军遭遇，孝文帝亲自部署战斗。3月底，孝文帝的病情开始恶化，被迫开始北还。
大军到达古唐原的时候，驾崩于此，时年33岁。为了防止齐军得知消息后返回追击，袁协决定密不发丧，到达宛城的时候，才派人将太子元恪召来。大军到达鲁阳后，太子元恪为孝文帝举行了丧礼，并继位为帝。那么，北魏为何会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南齐又是如何覆灭的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梁武帝萧衍是如何建立南梁政权的。孝文帝病逝后，六镇起义的烽火为何会瞬间燎原？在这场历史的洪流中，英雄与枭雄将如何书写自己的传奇？鲜卑化的汉人高欢和语文鲜卑的宇文泰，又是如何在这场乱世之中脱颖而出，奠定了自己王朝的建立？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南梁政权建立及北魏分裂。498年，南齐的第6任皇帝萧宝卷即位。萧宝卷自幼就有口吃，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与大臣们接触，常常出宫闲逛，而且出行的途中，如果遇到生人，便格杀勿论，当地的官员只能提前通知百姓离开。500年，尚书令萧绎被人诬告谋反，萧宝卷便下令将其杀害。萧绎的弟弟萧衍得知后，立即扶植萧宝卷的弟弟萧宝荣，在江陵称帝，然后联合其他反对萧宝卷的力量，共同讨伐昏君。萧衍的军队势如破竹，很快大军就到达了建康，而此时萧宝卷却和侍从们在华光殿前演练军阵，用以取乐，将城外的兵马全然不放在心上。听到外面的战鼓声后，他竟然跑到城楼上去看热闹，差点被刘建射中。当晚，萧衍下令攻城，而萧宝卷则依然在含德殿莺歌燕舞。守将王真国打开城门，迎接萧衍的大军入城。萧宝卷听到声音后，连忙从北门溜走，结果却被宦官张齐砍下了头颅。随后，萧宝荣正式称帝，萧衍被任命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502年正月，萧衍被任命为相国，封为梁王。3月，萧宝荣被迫禅位给梁王萧衍，南朝齐灭亡，南朝梁建立。萧衍虽然也姓萧，但与南朝齐的建立者萧道成并非直系血亲，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是萧道成的族弟。再来看北朝，499年，孝文帝拓跋宏在南征途中病逝，太子元恪继位。元恪在位期间，攻取了南梁的益州以及汉中等地，并且北击柔然，国力盛极一时。515年，元恪在洛阳病逝，时年33岁。年仅6岁的太子元许即位，生母胡冲华临朝听政。胡太后执政期间，重用贤臣元义，继续扩大北魏的疆域，使北魏的国力达到顶峰。520年，权臣元义勾结宦官刘腾诬陷元义篡位。11岁的小皇帝便听信了他们的谗言，处死了辅政大臣元义，并将母亲胡太后也幽禁在北宫的宣光殿，朝政便由元义和刘腾掌控。元义掌权后，生杀夺刃皆由心情而定，宦官刘腾更是大肆收受贿赂，剥削六镇，导致六镇起义爆发。六镇的将士大多是拓跋部的贵族子弟，北魏迁都洛阳后，六镇将士的地位便逐渐开始下降。523年，北方遭遇了极端气候，导致粮草不足，而元义和刘腾却继续剥削六镇，于是六镇起义爆发，关陇和河北等地也纷纷响应。北魏的大地上烽烟四起。525年，柔玄镇的杜洛州在上古起兵，高欢便加入了义军。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出生于怀朔镇，由于容貌俊美，迎娶了鲜卑族的姑娘娄昭君，而且还给她陪嫁了一匹战马。从此，他便在边镇的队伍中当上了队长。4年，先于修理在定州的左仁成，即今天河北省唐县西北起义。结果被汇入义军的北魏宗室袁弘业给杀害了。之后，义军将领葛荣杀掉袁弘业后，自称为天子，继续领导部众。528年，葛荣领导的义军在阳平，即今天山东省莘县东北，打败了杜洛州领导的义军，并且吞并其部众。高欢便跟随大军投降了葛荣。再来看北魏朝廷，宦官刘腾去世后，胡太后身边的防卫逐渐开始松懈，胡太后便给儿子元许传话说：“我们母子隔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放我去闲居寺出家，彻底与尘世断绝。”
袁许得知后，叩头哭泣，苦苦哀求太后。最后，他与太后密谋，除掉了权臣袁义。胡太后再度临朝听政，而且还养了2个男宠。随着袁许的逐渐长大，对母亲的专权愈发不满，同时他十分厌恶母亲的男宠，母子矛盾便日益尖锐。为了夺权，他密诏尔朱荣率军前来。尔朱荣是北秀容人，即今天山西省朔州市人，他的历代先人都是部落酋长。尔朱荣长大后也继承了酋长之位。六镇起义爆发后，他便四处镇压起义，成为了北魏朝廷的希望。高欢得知后，立即逃离葛荣，归附了尔朱荣。尔朱荣非常欣赏他的才能，任命他为亲信都督。收到皇帝的请求后，尔朱荣非常高兴，立即率军前往洛阳。然而就在这时，胡太后和她的男宠却密谋毒杀了皇帝袁许，另立袁许的族侄袁昭为帝。尔朱荣率军到达上党郡的时候，得知皇帝已经驾崩，不知如何是好。在高欢的劝说下，他便以为袁许报仇为名，继续率军前往洛阳。胡太后见大势已去，表示要出家为尼。尔朱荣见朝廷如此衰弱，便有了篡位自立的野心，在高欢的劝说下，才改立袁子攸为帝。接着，他谎称要与朝中的大臣们相约盟誓。百官到达河阴西北后，他便大开杀戒，2000多名大臣当场命丧黄泉。然后他将袁子攸软禁在河桥，亲自率军进入洛阳，将胡太后丢入黄河淹死后，准备自己继位。高欢再次阻拦，但尔朱荣不肯听从。他用铸造金像的方式为自己占卜，不料金像始终不能铸成，尔朱荣才作罢，将囚禁的袁子攸释放，并磕头谢罪。之后，尔朱荣率军返回晋阳，让心腹爪牙袁天穆入京主持朝政。528年7月，葛荣率领20余万义军包围了邺城。尔朱荣得知后，亲率7000精骑从晋阳赶来解围。大军到达后，他将兵力隐藏在山谷之中，并不急于交战。尔朱荣的亲信高欢曾在杜洛州和葛荣的麾下服役过，因此葛荣军中的很多将领他都熟悉。于是他秘密派人联络和说服葛荣的将领，最终有7个王和1万多名士兵投降了尔朱荣。接着，尔朱荣亲率大军对葛荣发起攻击，葛荣战败后被杀，部众全部投降，包括宇文泰。宇文泰的先祖是炎帝的后代，被皇帝打败后迁往朔野，融入了鲜卑族，被称为宇文鲜卑。后来，宇文鲜卑被慕容鲜卑所灭，一部分向北迁徙，发展为库莫西和契丹，其余的则融入了慕容鲜卑，比如宇文泰的家族。六镇起义爆发后，宇文泰的父亲和兄弟3人都加入了鲜于修理的义军。鲜于修理被杀后，他们便跟随葛荣继续作战。此时葛荣已死，他们只能投降尔朱荣。由于他和尔朱荣的部将贺拔岳是老相识，因此他便在贺拔岳的麾下担任步兵校尉。530年，尔朱荣派遣贺拔岳等将领前去镇压关陇之地的义军，宇文泰便跟随入关，由于作战有功，被升为征西将军。贺拔岳死后，宇文泰便被部将推举，带领贺拔岳的旧部继续镇压起义。平定了关陇之地后，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和关西大都督。530年，尔朱荣向袁子攸索要九锡，遭到拒绝后，便亲率大军逼近洛阳兴师问罪。袁子攸表面上对尔朱荣和他的亲信尊敬有加，实际上却在暗中谋划着对付他们。他趁尔朱荣入宫朝见的时候，提前埋伏好刀斧手，将其乱刀砍死。尔朱荣的堂侄尔朱兆得知后，立即率军从济阳出兵，并且拥立北魏的宗室袁业为帝，同时派人联络高欢支援，但高欢以征伐蜀地为由，拒绝出兵。随后，尔朱兆率军攻破洛阳，俘虏了皇帝袁子攸。10天之后，他留下尔朱世龙等人镇守洛阳，自己则带着袁子攸返回了晋阳。次年，他将袁子攸勒死在晋阳的3级佛寺之中。当时六镇造反的降兵被牵制在河北后，屡屡造反，杀了过半之后，造反仍然不止。尔朱兆非常的苦恼，于是他便让高欢统领六镇的降兵，高欢非常高兴。不久之后，他便以滨州的霜旱灾祸导致军粮不济为由，请求移师冀州，彻底摆脱了尔朱兆的控制。531年，
高欢与尔朱氏正式决裂。他拥立北魏的宗室元朗为帝后，在信都起兵，然后率军攻占了邺城。尔朱赵得知后，立即率军前来攻打。高欢让封龙之留守邺城，他亲自率军屯兵于此末。此时高欢的战马不满2000，将士不过3万，而尔朱赵的大军则有20万之众。敌众我寡之下，高欢在韩陵附近摆成圆阵，然后将牛和驴连起来，堵住了自己大军的退路，以必死之心对抗敌军。最后尔朱赵的大军惨败，将士们四散奔逃。胡思春等人则抢先一步回到洛阳，杀光了留守洛阳的尔朱氏党羽，另立元修为帝。高欢被封为大丞相，而且元修还迎娶了高欢的长女为皇后。可是随着高欢的权势越来越大，胡思春便劝说元修除掉高欢，同时他秘密派人联系镇守关中的宇文泰，准备对高欢左右夹击。534年，元修调集大军，准备攻伐驻守晋阳的高欢，并且密诏他，谎称要攻打关中的宇文泰。可高欢早就知道了他的阴谋，回复元修说，准备率领22万大军支援朝廷。元修见高欢已有防备，没有必要继续隐瞒，于是正式下令攻伐高欢，同时任命宇文泰为关西大邢台，并且将公主赐给他为妻。同年7月，元修亲率10万大军屯兵于河桥，以抵抗高欢。然而两军还未开战，元修属下的很多将领便暗中投降了高欢，高欢便顺利地渡过黄河，向元修的大军发起攻击。元修得知后大惊，连忙带领宗室亲王和5000精兵逃往了关中。到达东阳驿的时候，遇到了迎驾的宇文泰。随后高欢进入洛阳，另立年仅11岁的袁善见为帝，并且迁都邺城，这便是历史上的东魏政权。元修逃往关中后，以长安为都城，任命宇文泰为大将军兼尚书令，但是所有政令都出自宇文泰，这让元修非常的不满，于是两人便产生了嫌隙。同年12月，宇文泰毒杀了元修，另立元宝炬为帝，西魏政权建立。但是东魏和西魏并没有维持太久。547年，高欢病逝，由长子高澄掌控朝政。2年之后，高澄被除奴赐死，朝政由高欢的次子高阳掌控。550年，高阳接受了东魏皇帝袁善见的禅让，北齐政权建立。宇文泰得知后，也准备取代西魏朝廷自立，不料却在北巡的途中病死。临死之前，他的世子宇文觉只有15岁，于是他让侄子宇文护辅政，宇文觉被封为周公。557年，宇文护逼迫拓跋廓禅位，宇文觉自称天王，国号周，史称北周。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